一期咱们就来聊一聊印度第一个换头以后活下来的神——象头神嘎内什。象头神嘎内什是女神帕尔瓦蒂与灭世之神湿婆的精神之子，也就是说，嘎内什并不是两个神交欢所生的，而是通过两个神的精神创造出来的。至于具体怎么回事，要从战神鸠摩罗杀死阿修罗王杜罗迦开始说起。灭世之神湿婆与帕尔瓦蒂女神交换1000年才诞生了鸠摩罗，而鸠摩罗因为自身的使命的原因，并没有被帕尔瓦蒂女神亲自抚养，而是被卯宿六女神抚养长大。第7天就已经成熟到能够杀死阿修罗王多罗迦的地步。也是因为这一原因，帕尔瓦蒂女神总觉得自己母性有所缺失。作为一个母亲，并未亲自生育和抚养孩子的缺失一直困扰着帕尔瓦蒂女神。就这样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一天，帕尔瓦蒂女神在山洞中沐浴洗澡，恰巧此时湿婆回来了，就径直地走入了山洞，坐在洗澡的女神旁边进入了冥想。女神顿时娇羞不已。但帕尔瓦蒂女神也知道湿婆是天真之主，在湿婆的眼里，穿衣服的人和不穿衣服的人是没有区别的，做爱的人和没有做爱的人也是没有区别的。对待万物，湿婆没有任何偏私的感情，而正是这份天真让帕尔瓦蒂女神苦恼不已。甚至有一次，帕尔瓦蒂女神正在与湿婆进行交欢，湿婆的信徒与仙人来到基罗梭参拜湿婆。帕尔瓦蒂女神顿时以莲花遮住身形，而湿婆却面不改色，平静地与众信徒谈论起来。在湿婆看来，世界就是自己的本身，万物也就是自己的本身，并没有什么值得躲避的。因此，湿婆也经常被信徒赞颂为天真之主，意为对一切以最为本真的思想对待的神。但问题也就因此而生了。湿婆是天真之主，帕尔瓦蒂不是啊。帕尔瓦蒂是雪山王的女儿，受到过人间的教育。这时，女神帕尔瓦蒂就感叹道：“要是有个儿子在我洗澡的时候能帮我看着洞口，并管理这些仙人、天神与信徒，不要让他们打扰到我和湿婆大神就好了。”于是，帕尔瓦蒂当即就开始创造一个孩子。首先，帕尔瓦蒂将姜黄泥涂在身上，再将沾染了自己气息的姜黄泥捏成了一个胖胖的小男孩。做完这些之后，帕尔瓦蒂女神就向湿婆进行礼赞，希望湿婆能够与自己一起赋予这个捏造的小男孩生命。湿婆一看是帕尔瓦蒂女神的请求，立刻欣然地同意了。然后这个小男孩就有了生命，取名为嘎内什。得到了嘎内什的女神高兴不已，将自己的母爱倾注给了嘎内什。有一天，女神帕尔瓦蒂要在山洞中洗澡，于是就把嘎内什叫过来，说道：“嘎内什，妈妈现在要去洗澡了，你守着洞口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”说完就进入山洞去洗澡了。嘎内什也遵循着母亲的命令，守护着洞口。恰巧的是，这时候湿婆回来了。湿婆虽然应允了嘎内什的诞生，但嘎内什并没有见过湿婆，于是将湿婆挡在了山洞之外。湿婆懵逼了，看着嘎内什说道：“孩子，叫爸爸，我是你爹啊，是这里的主人，帕尔瓦蒂女神的丈夫。你这样做又愚蠢又没有道理。”嘎内什说道：“我不管你是谁，我的母亲给我的命令就是守护洞口，不让人进去。”湿婆哭笑不得，只好离开山洞，在林中休息。这时，湿婆最为虔诚的信徒南迪自告奋勇的要求要去说服少主嘎内什。湿婆欣然同意，但结果南迪被嘎内什用绳子绑住送了回来。于是众仙人也自告奋勇地去劝说嘎内什，让嘎内什给湿婆让出路来。结果众仙人打嘴炮讲道理，并没有讲过嘎内什。于是这时候因陀罗就带领着众天神要和嘎内什讲道理，讲着讲着就打了起来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天帝因陀罗带领的众天神自然是打不过湿婆与帕尔瓦蒂的孩子，结果被打得屁滚尿流，去湿婆面前告状。经过自己的信徒、众仙人、众天神3次无果之后，湿婆的怒气值已经快要到达临界点了。一脸怒相的湿婆来到了洞口，对嘎内什说道：“儿子，
你到底让不让开？再不让开，我要控制不住我自己了。嘎内什面对灭世之神的怒火，依然淡定地说道：“就不让，我就不让，你拿叉子插我呀！”这时，湿婆因为愤怒，已经举起了三叉戟，瞬间，三叉戟带着愤怒的火焰插向了嘎内什，直接将嘎内什的头给插掉了。闻声而来的帕尔瓦蒂女神看到了这一幕，顿时怒发冲冠，悲痛欲绝。而湿婆则是一脸懵逼地看着生气的女神。女神帕尔瓦蒂显现出了杜尔加相貌，冲着湿婆与众信徒、众天神、众仙人吼道：“你们这群愚蠢的仙人与天神，你们将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，我要毁灭。”说完就要开始毁灭世界。这时，在观望的梵天与毗湿奴见大事不好，立刻显现了出来，轻声地安慰帕尔瓦蒂女神。最终，在众天神按照湿婆的旨意，一路向北，在北方找到了一头大象，将象头砍了下来，在湿婆强大的力量之下，以象头为替代品安到了嘎内什的身上。从此，嘎内什被湿婆斩掉了固执与愚蠢的脑袋，而变得聪明且智慧了起来。众天神与众仙人为了平息女神的怒火，答应给复活后的嘎内什领导众信徒、众天神、众仙人的权利。就这样，复活之后的嘎内什又有了新的名字，被称之为群主，意为湿婆信徒、众仙人、众天神的统领。象头神嘎内什也是印度最为有人气的一个神，它是财富、吉祥、智慧的象征。同时，嘎内什也是为世间排除障碍的神明。他一般为象头人身，大腹翩翩，有一颗象牙，手中持有斧头、糖果、念珠和莲花。他的坐骑则是一只老鼠。关于嘎内什的传说其实也是非常多的，而嘎内什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调节众天神之间的矛盾，为创世神梵天、护世神毗湿奴、灭世神湿婆排除遇到的阻碍，以达到平衡世间力量的作用。比如说，有一次护世之神毗湿奴去给自己的信徒赐福，这个信徒却要求毗湿奴忘记过去的一切，做自己的丈夫。没有办法，毗湿奴只得放弃护世的责任，做了信徒的丈夫。湿婆得知了此事，就化身为一个牛头人，去与毗湿奴战斗，以战斗来唤醒毗湿奴。这场战斗本来可以打到天荒地老的，因为有排除障碍的嘎内什在里面调解，最终打了几千年就完事了。还有一次，帕尔瓦蒂让湿婆去采集花环用于礼仪，结果湿婆在归来的途中不小心发了怒，怒火把花环烧为了灰烬。伤心的帕尔瓦蒂女神抹除了对湿婆所有的记忆，然后就回了娘家。最终在湿婆的不断努力与排除障碍者象头神嘎内什的帮助之下，成功的唤醒了帕尔瓦蒂的记忆，最后把女神再次哄回了家。由此看来，三象神之中，不论哪一方出了问题，只要有象头神嘎内什的参与，必定能够快速的解决这件事。也是因为这样，象头神嘎内什在印度神话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